好，美丽岛做了一个民调了哈，1月哈，蔡英文执政满意度51.6%，信任度52.7%，都过半哈。那这等于是选后嘛，哦，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少了5%，哦，满意度多了5.7%，哦，所以显然选赢啊，选民也会看这个风向，哦，有一点呢，这个西瓜湾大边啊，那信任增加8.6%，不信任降了7.7%，几乎一样。原来不信任的跑到信任了，原来不满意跑到满意了啊！这是美丽岛的民调哈。那郭正亮说，如果把什么论文拿出来谈，可能蔡英文会跌破40，哦，就是你要看跟什么来比了哈，背景到底是什么了哈。然后赖清德说，阁揆跟首长不一定全部是民进党，所以有好几个思考人选在思考啊。那不过沈富雄跟郭正亮好像都推荐柯建銘去当阁揆哈。另外呢，你们讲这还讲，我是引述他了。对啦，他说我讲的有道理。得到阿亮哥的肯定很不容易呢，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反面肯定，赖清德抛内阁说要跨党派啊。那行政院副院长说，当然支持，废话不支持他这样讲，他敢说我不支持吗？那么另外呢，柯建銘讲话了，是要用人唯才，但是不是联合内阁。我们才不跟你搞联合。这个差很多，对吧？这个差很多。常飞模式啊，他讲的有道理啊。我只是中间用几个人而已，并不是联合内阁哈。有什么好联合的？那另外呢，这个当然，现在大家现任首长都会问，有没有要你入阁？有没有要你入阁？所以刚当这个环保部长的薛富盛也被问说有没有叫你入阁？因为主要现在这个4阶案哈，之前就有很大的争议了，3阶就有争议，4阶有争议啊。那么另外呢，赖清德到立法院去提醒民进党立法委员说，现在民意变化非常快，你们需要有战斗能力啊，战斗率啊，立法院要战斗率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呢，他的网络社群能力很强，但是赖清德说呢，柯文哲是看得到找不到啊，看得到他，但是你找得到柯文哲吗？找不到柯文哲啊。那赖清德本身呢被酸。民众党杨宝珍就酸他说赖清德你接受过访问几次，所以你是看不到也找不到，至少柯 P 还看得到啊，不一定找得到，但是看得到。好，我们看一下，但到时候内阁要怎样？我们不仅仅行政院院长要推出好的人才，各部会也是一样。不完全都是民进党。和年轻世代面对面，话也说得直接。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那个人选，还可能包括其他政党在内。只要好的人才，不管他是在其他的政党，很乐意去邀请。现在有好几个在思考，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那等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就会跟社会大众报告。范嘉伟，这个。他跟那个年轻世代在做 podcast， 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说这一次的选举里头，他的年轻票，他觉得他没有得到年轻人的支持。那他觉得说上届那个蔡英文有817万票里头的年轻人，那么多年轻人支持他，为什么这次年轻人没有支持他？可能都跑去支持柯文哲，所以他就找了看起来那个画面里头有苗博雅、吴峥林亮君，跟这些年轻人在。但是我觉得，你要不要去跟一般庶民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去谈论年轻人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几个样板的年轻人，找几个这样样板的年轻人，那就年轻人就会去支持他们。我个人是不这么想啦哈。那而且何况这几个年轻人对他们来讲都是以前选举时候的什么民主大联盟啊，好，那一个一个都出事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用人唯才这件事哈，我就大家讲说，那是不是？柯建銘去当行政院长，那如果你要不同的政党进去，那我会建议，那你要不要去请王金平来当行政院长？因为王金平在立法院，你看应该有超过30年吧。在立法院这么的熟悉这个立法的运势力，这么也会能够这么沟通的一个立法院院长，如果你赖清德真的要什么超越党派不要说全部都用自己民进党的人，我倒觉得你为什么要去用柯建銘呢？你应该去聘请那个王金平出来当行政院长，我倒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啊。不过因为对赖清德来讲，这个人刚愎自用，我觉得他只嘴巴讲一讲而已，他最后还用人还是用他熟悉的那些人。你为什么认为柯建銘好？连你
大家都要内阁制嘛，内阁制难道不是这个最资深的？你晓得柯建铭怎么讲？他说我不是做立委做10档哦，我做10届哦，10届是超过30几档，有的3档，后边4档呢。他说我30多年都住在办公室里头，我第一个反应就说30多年都住在办公室啊，怎么有小孩？后来我大彻大悟说，是因为这样才有小孩，对不对？这个一个转弯哦，想法完全不一样哦。但是现在哦，这个赖清德这个讲法，当然是要掩饰朝大野小的尴尬哦。但是他如果找1、2个、3个、4个都5个都没有关系，进来点缀一下，这没办法解除他的尴尬的场面。就好像阿扁当初他认为用了唐飞就没事吗？唐飞很短命啊，唐飞一个核能的事情就下台了，而且唐飞哦，就是在那一段短命的期间里头，他没有什么作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赖清德讲这些话都是废话啊！我觉得这个昨天那个场面，那在一天，柯 P 就要宣布他要怎么处理这个立法院长的事情。这个整个大选以后，政治的新局面马上显露无遗。我觉得3个政党都有空前的困局，但是每个党的困局都不一样。就看如何处理自己，处理得好的那个政党，未来4年就步步高升；处理得不好，就一路沉沦。什么叫处理好？什么叫处理不好？我就举国民党好，因为我们是蓝台啊，对不对？我们不是蓝台，我们是你不是蓝台，都是蓝台，是台的，我们 TVBS 不是蓝台，倾向蓝的啦。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倾向绿的这样。我们常常站在蓝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去希望国民党要争气，这可以吧？我这样讲。你常常这边骂国民党啊？你讲啊？不，我骂才好，我不像费委员，就是说我是那个立骨蓝皮来乱的。好吧，讲吧。你觉得国民党应该怎样？国民党3样事情嘛。第一个，洁癖要像样，要有成绩，不能像柯 P 这样过去8年这样。第二个，你要会治国。你就说你地方治给大家看，还有这个在立法院里头的提案，要让人家说，这么多年8年，民进党没有办法处理，你竟然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第3点，好好处理，想如何去处理解释两岸的关系的论述，这一点第3点太重要了，尤其是现在你们摆出傅崐萁，摆出韩国瑜，我跟你讲是祸是福。当然看到他们2个人的作为啦，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给人民，尤其是南部、中南部人民的心中的观感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国民党很危险哦。但是如何论述两岸关系，你都没要叫我去讲啊！我讲免收车马费呢不要讲叫我去讲，现在有够路。下次请他嘛。来，曾亮兄。我觉得这个不经过党团那就考验。我随便讲。老沈这样好了，最近有些团体国民党也来邀请我说去演讲我一下子说好，我答应，但到时候我就生病了，老沈代班这样，你就去了。你把我看成什么啊？这样不够隆重啊，不够隆重。这个好像以前有人已经答应说要做主计官了，那后来因为家里有事，有丧事不能去，就叫我去代理。那你去不去？我摸不出头绪。我说好，我到了现场还有20公尺，我操，是黑道的。我就叫司机说，我们回头吧。主机关回头呢？你看多厉害！海南博主计官，那真是给的你如果去了，你现在就是黑道老大，黑派都怕你。我跟你讲，好不好？开玩笑的啦。来，我会建议他们请老沈去做首席讲者，首席 keynote speaker。来，你怎么看？我觉得赖清德想要跨党派找人，当然是想要增加支持度嘛。因为40%当选，他之前在选前他就要搞什么民主大联盟，就说。他们将来这个，因为当时就知道很可能3党不过半，其实预测就是这样子。比如说阿扁嘛，阿扁318当选，520就职，那就职演说讲不4不1没有，对不对？然后唐飞主歌，陈水扁在6月的民调就冲到60因为那是第一次政党轮替，人家有期待感那赖清德当然也是同样的想法嘛。那这个就有考验在野党了啦。比如说，假设赖香伶当劳动部长，那民众党会对他比较客气吗？不会。
民众党质询会不会对赖香伶比较客气？如果有比较客气哈，那赖清德就达到目的了。他就是把民众党慢慢吃掉嘛。这个就是他的目的啊。未来选务随便讲，张其禄接中选会，假设了那未来选务，民众党是不是就比较不质疑？就是会有类似的效应出现。如果海基会董事长建议阿亮哥嘞，那怎么样？不啦，海基会目前听说洪启昌想要回来。阿伯陆委会主委，也不可能有国民党啊。阿亮哥，你不是国民党的吗？你是吗？赖清德已经开始在找人了吗？听说已经在接触民众党，听说已经接触2位，接触民众党入阁的哦，入阁。那民众党2位接受没有呢？听说接受了。我现在听到的是接受了，可是是不是要经过党团同意了？到底是个人，像唐飞就是自己同意了嘛，也没有经过党团嘛，对，他只是跟党团报备嘛，对，党团不允许，所以唐飞做不久啊，而且好像那个时候搞到，这我听说了，对，他们军校很讲究学长学弟嘛，去参加军校的，其他人就不理唐飞，都不理他，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居然跑去给民进党做行政院长。不理你变成这样，而且这个问题会被媒体丢出来，对，就要逼民众党表态，对，说那2个人是不是党员，那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就会变成这样。不要去了，真的不要去。那暐瀚怎么？刚刚亮哥讲这个太有创意了，那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就代表赖清德身为一个少数总统，他有想要去化解他现在目前的困境。好，马上刚刚讲那2个例子都非常好啊，可是他会去找他们2个好。当然，如果他可以代表民众党来，那他刚刚乐意；没有的话，我相信他也会找，因为代表说他可以跨党派的用人，这其一。其二，现在少了就是第一个，民众党拿了369万票这件事情，蓝绿都要注意。那国民党也要注意啊！国民党不是说现在没有执政不注意，民进党现在显然已经开始了嘛。刚刚我们前面那一段在放赖清德选后，除了谢票行人之外的第一个算是类节目了，就是这个仁爱路4段507号嘛，吴峥的那个他的直播节目，他们是3个人一起的啦，林亮君，然后苗博雅跟吴峥。吴峥3次选举都落选，马上找来当新闻部主任。未来的这个2年3年，民进党每一个礼拜3都是吴峥。那吴峥是谁？他是太阳花学运世代的。他发现说10年前不用讲嘛，10年前今年刚好是10年，年轻人就是投给民进党啊。你看817万票，对不对？都是哪一个人投给国民党？但是现在发现已经有大量数以百万计，可能200多万的年轻人投给柯文哲之后，他必须解决下一次的选举。这些人怎么回来嘛？所以他已经在做事情啊。那国民党有没有想要去把那些年轻票拿过来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不起，1对1的状况下，国民党还是输啊，对不对？而且何况4年以后可能不是1对1，可能是卢秀燕跟柯文哲在对赖清德，那不是又赢吗？所以其实民进党一直都在设定一个能够胜选的方式。他现在把年轻票找回来，要化解民众党的阻力，或者是降低民众党的影响力，包含在立法院也是一样。有了，卢秀燕在找蔡壁如啊。对啦，但是如果柯文哲选的话怎么办？就要看蔡壁如怎么解啦，对不对？接下来回来，卢秀好，那么选后经过半个月，台中捷运的蓝线才核定啊。在选前就是在这个政见的攻防，其实在谈到这个捷运的蓝线啊。那改过来改过去的，现在送到最早这个是很多年以前就是大概20-30年以前就做计划哦。然后呢，后来呢胡志强核定哦，然后后来呢林佳龙改变啊，然后卢秀燕又回到胡志强那边哦。那基本上是要不要走台湾大道了哈。然后在高雄，因为捷运很快30天好像行政就核定了，台中9个月放在行政不核定，哦，所以台中就很急哈。那沿线的好几个民进党立委都落选了，跟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哦，也许有关系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啊，这个捷运的蓝线等于从台中车站一路拉到台中港，所以中间经过的站很多哦，跟它原来的另外一条线呢，可以形成一个交叉，否则你只有一条线实在是不够哦。当你捷运不能4通8达的时候，很多人就不做，他一定要都可以做来做去才会做哈。那当然捷运盖起来很花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施工要挖地下啦，很多管线啊什么，其实工程很浩大哈。所以呢，经过了10年，终于核定了。卢秀燕说这是市民的胜利，但是也感谢行政院长跟副院长了哈，他们核定啊。
另外呢，这个郑文灿说呢，其实我们选前就支持的啦，但是为什么没有核定？是因为沙鹿站那边规划呢，说规划有问题，是在改沙鹿站的规划啊，否则我们早就支持了啊。那再比如说，这是选票力量威胁民进党政府，让民进党政府低头的哈。但是虽然核定了，中央补助少一些啊，我们看哈，这个中央地方负担的比例呢，台中地方要负担58%，高雄呢地方只负担42%。高雄的林园县的地方只负担41%，换句话说，这条蓝线，中央负担675亿，地方要负担939亿。我就想，地方哪那么多的钱，光一条捷运不过他会花10年了哈，那10年1年也差不多100亿啊，而且将来要不要追加预算？他们说，卢秀燕哪有在增加很多？你不能拿现在，有人讲你不能拿现在跟7年以前比啊。这7年以前以来的工钱啦，这个地价啦，要征收土地啦，人工都贵非常多，所以我因为前一阵为了选举，我是台湾各地跑，我真的有深深的感慨。我光看铁路地下化，台北南港这段地下这段工程，我当议会的时候核准经费做这条地下化做了很久，以前都在路上有平交道嘛，后来地下化，我在想说，如果今天做怎么做啊？我告诉你，花10倍的钱，再花3倍的时间也做不起来。所以为什么很多重大的工程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你今天不做，你过了5年、过了10年，工程费大幅的增加而且呢难度增加非常多，技术呢也这个管线啊什么都非常困难要做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个时候又说没钱了，没钱做了，没钱做了。你真的很多政府举债要用在这些地方，你将来在还债的时候，你去想说，我现在比如说1000亿，我到时候还1000亿，跟现在不做，将来3000亿，你去看看政府负担怎么样好了。那比如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是这样他谈了很久这条捷运站，其实这条捷运站基本上它是台中市的大动脉，它是从市区火车站一直开，沿着台湾大道一直到那个台中港，所以它基本上是台中的大动脉。那在胡志强的时候呢，它被核定过了，可是核定过之后，它就下来之后，林佳龙他就去给他改了一个站体，后来他就变成后来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中医选区的时候，那时候林静怡第一次要补选跟那个严宽恒的时候，整个民进党都去打严宽恒，说正英战什么土地都是。旁边都是他家的土地啦，就是全国用民进党去打一个严宽恒，可是基本上这是一个假议题，这个假议题，然后后来到了卢秀燕市长上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沿着台湾大道，然后到了沙鹿，为什么刻意弯进去？这个我去研究过，弯进去之后呢，他又不是跟沙鹿共构，也不是跟他盖在他旁边，他居然去盖在沙鹿火车站的后面。后来呢，我因为那个地址呢是57，地址在57，所以是我的选区，他就不是在沙鹿了，沙鹿不是我的选区。结果那个设的站是在57，我想说，为什么设在57？我就去看了一下，原来后面有一块那个就是重划区，就制定重划区，就某个建商还买了一些地。然后我们就觉得开始，就猫腻所在，其实是林佳龙。到底其实因为这件事情未遂啦如果林佳龙如果连任的话，恐怕他弯进去，那就会图利到后面那边的建商。那后来卢秀燕可能是他没有去想到这一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就是沿着台湾大道就直的开到57港就好了，为什么要刻意弯进去？弯进去还要多花70亿，而且要走地下道。走地下，因为那边沙鹿市区人太多，所以他就把它拉直的状况之下呢，好了，民进党就一个不愿意，就一直都不愿意核定。为什么呢？林佳龙落选之后去当了什么？交通部长，变成卢秀燕的长官了。所以他就一个的不愿意，就一直不愿意核定。那加上林静怡的那一次的补选，整个民进党都去打严家，就说他什么正英站都是他们家的土地，其实不是那只是一个假议题，所以到卢秀燕又拉回来的时候，其实到2022年的时候，921选举，那个蔡其昌去选台中市长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对当地的选民说：等我选上市长，我就请中央马上核定。结果呢，好了，
台中市民呢没有投给蔡其昌，还是继续投给卢秀燕，所以就继续一直延宕到这一次的大选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沿线上面呢，很多民进党的议员跟国民党的立委的。其实有几个，那也包含我的选区，所以我就一直在打这件事情，跟几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我们在主导这件事情。所以选后，当然那时候的很多国民党的民进党的区域立委就说，是不是选前就给他核定掉，他们今天不会掉这么多票？好，这个当然是一个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恭喜，所以昨天通过之后，我就在脸书上面写一个，这个是就是选民胜利嘛，那新年的一个礼物，因为强大的选民民意就可以驱使蔡其昌12年不愿做的事情。你看他选完，马上第一个礼拜就跑到行政院去，要求一定要马上核定。我们看一下，呼吁民进党麦沟卡台中捷运蓝线。那也很高兴，我们现在已经是顺利争取成功哦。国民党台中 F4 选战后再度合体，本来要炮轰民进党卡终结蓝线，记者会前火速核定通过，话锋一转，照样可以批。如今选输了，才急忙跑到行政院法夹湾来放行，更加证明之前说的种种借口，什么改路线啊、经费暴增啊、市府不补件，通通都是胡扯，通通都是谎言。痛批民进党是选举操作。更暗酸终结沿线绿营立委被拔光，蓝线就通了。这次民进党在台中立委选举8席，只手下2席，捷运沿线绿委只剩蔡其昌和何新纯，其中蔡其昌中1区更是险胜蓝白合蔡碧如。最大关键，台中市长卢秀燕对终结蓝线核定。最大关键人物，台中市长卢秀燕对终结蓝线核定，最先感谢的不是中央，是他们。我第一个要感谢谁？要感谢广大的台中市民好朋友们。这是市民的胜选，市民的胜利。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言下之意，终结蓝线能通过，控制权始终离不开民意，被批是选举才推得动的蓝线。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有话要说：选举前陈建仁院长就公开宣布支持台中的蓝线、绿线的捷运建设。那主要是台中市政府的沙鹿站规划错误。郑文灿强调是错误，需要更正，不是卡中捷，会全力支持台中捷运，这一点不会变。总归一句，终结蓝线，确定开绿灯，直走，不会回头。来，我看好，台中捷运有绿线、蓝线跟橘线。蓝线刚刚碧如姐讲得很清楚了。好，卢秀燕争取很久了，蔡其昌4年前选市长的时候，他也支持。但是呢，因为是蓝营选赢，所以蓝线真难。早在今年的对不起，是去年了，现在已经2024年。去年的3月的时候，交通部长王国材就已经核定通过啦。你今天再出来讲说哪里有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因为交通部已经审了2年，审通过了。专业的审查受到行政院核。其实我把2个事情分开来讲哈。如果以路线上来讲，就是台中绝对需要的。刚刚我们在放袋子的时候，大佬还在问说会不会亏钱？会亏钱。就像高雄捷运盖了以后会亏钱一样，只有台北市尽量使得大家都不骑机车去做捷运，一天的那个人次到100万以上才有可能不亏。但其他中台湾、南台湾都会亏，可你必须做，因为台中已经有绿线了。如果你坐高铁到台中，你会发现现在很方便，直接坐绿线，你就可以上那个捷运，然后直接到台中市政府，可以到洲际棒球场，那个是一个绿线。另外一个十字过去的是蓝线，从旧的火车站一路往这个西北走到港区。其实它是3个啦，一个是高铁。一个是台中港，另外还有什么？还有空港啊，橘线。台中的机场清泉岗是橘线，一路拉到南投。我台中人，我了解啦。那这一次这个路线一路从梧栖第1选区，就是碧如姐的选区，那是第1选区。然后再来沙鹿跟龙井，那是第2选区，严宽恒。然后再来西屯是第4选区，那个就是廖伟翔。然后接到了中西区的时候，就台中火车站旧的这些龙兴百货园的百货那里。好，这个地方呢是6选区。所以呢，这4个选区当中，只有碧如姐差一点点没有赢，另外3个都是原本民进党。现在国民党，因为严宽恒打败林静怡，廖伟翔打败张廖万坚，然后呢，这个罗廷伟打败了这个江兆国，所以其实民进党现在可能悔不当初啦。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他在选前3个月就核定通过的话，还很难讲，因为这个地方的选民希望能够核定通过，没通过嘛，所以他才会急着把它倒回来讲我们现在赶快给他通过了，包含海线台铁的那个双轨，让它的调度能够更好。这个双轨要推到更早之前，8年前。因为当时林佳龙当市长的时候就已经讲要台中山手线，他就是希望这个台铁能接台中的这些捷运。那所以台中的这个轨道建设可能也跟卢秀燕当了市长之后
他的击败的对手林佳龙去当交通部长的时候，没有太方便有关呐、但有选举的结果证明，这些建设你把它卡住，反而使得民进党在台中市的票越来越少，所以民进党现在也怕了，所以2026还要选市长，2068还要选总统，所以赶快让它全部都通过，因为台中市民是希望赶快有这些轨道建设的。好，南投县长许淑华也出来讲哈，说台中捷运呢应该延伸到南投，要赶快核定啊，因为呢赖清德当时表示说呢要延伸到南投。那你们现在赢了，赶快延伸到南投。我到南投去的时候，他们地方也的确要求很殷切，希望一条线能够延到南投去哈。各地其实都要了哈。侯友宜也说，他们的捷运3环6线的这个都市计划泸州南北侧都需要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也希望跟中央继续来沟通。谢国良也说，很多地方的建设其实都需要跟中央来沟通了。休息一下再回来。